涉及姑苏蓝氏的补偿争议虽然止息，关于夷陵老祖的风言风语却不会停止。有了这一次纷争，新的黑料还会自行发散许久，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但他自己不在意，他不在意，不挂心，又何惧流言蜚语？况且他现在有这么多人真心相护。兄长终于出关，出手便是令人惊异的雷霆手段。金陵为此焦头烂额，想尽办法，逐渐成熟。江城虽未在通讯，但他知他也费了不少功夫。蓝家的孩子们都喜欢他，想要尽快成长起来保护他，已经足够了。魏无羡让孩子们留在城里住一晚，待蓝景仪酒醒后再回家，免得蓝景仪被罚抄家规，自己则御剑向云深不知处飞去。这一次他已有金丹，御剑穿行在赤霞红云之间，归家速度快如流星，不会再误了宵禁。蓝忘机擎着一盏精巧的风灯，立在山门前等他。暖黄灯光照得他肌实如玉，裂松如翠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魏无羡心跳怦然，呼吸急促，跳下随便时都不那么镇定了。那人生的芝兰玉树极为好看，萧疏轩举，湛然若神，心中有丘壑，眉目作山河，素素如松下风，高而许隐，朗朗如天边月，唯配白衣。真是穷尽诗家笔触。这样美好的人是他的，在路众小夜里执一盏明灯等他回家，以胜却世间无数。他心有好风景，再不怕旁人杀风景。见他归来，蓝忘机眼中绽出琉璃光彩，一挥衣袖，一道雄浑磅礴的蓝色灵流自他指尖飞出，在山道之中流泻铺展，激扬回旋，如千万游鱼过江海，无数蓝色光点缓缓升起，星月莫能与之争辉。那光如灯，它们在黑夜之中闪闪发亮，熠熠生辉，如浮空的灵魂和瑰丽的梦，壮美至极，照亮了漆黑的山道，照亮了他的前路。此般奇景无可言喻，唯于凝固的呼吸和断层的言语，没有一句话。两人都朝对方走去，一步一步，越走越快，然后奔跑了起来。一片醉人的蓝色光晕中，两人在山门前紧紧拥抱，檀香味层层笼罩，仿佛包裹住整个世界。魏无羡手指缠绕着蓝忘机的抹额，调笑道：二哥哥怎么了？一天不见就抱得这么紧，守门的门生会看到吧？我挡住你了。你挡住我，他们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？韩光俊，你何时变得如此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了？位在云深不知处境内。言下之意是，山门外家规约束不会太严厉。魏无羡笑道：世人都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韩光君这是被魏某人祸害了。蓝忘机微微蹙眉，正视魏无羡，认真道：是近朱者赤，没有近墨者黑。魏无羡忍俊不禁。蓝忘机问道：魏婴，你喝酒了？魏无羡身上有不同于天子笑的酒气。是啊，今日去一偏远村落除岁，午间喝了许多，你闻到了？要不要尝尝？魏无羡浅笑着，双眼闪烁着魅惑的光彩，贝齿轻咬了一下下唇，然后探出粉红舌尖，暧昧划过柔软的唇瓣，无言的邀请。蓝忘机喉结微动，却只是浅浅亲了两下，并未深入。魏无羡疑惑着凑上前，想寻他的唇，蓝忘机微微后仰，避开了他。备了礼物，想先点你看，所以不能现在就醉。你怎么知道亲一下一定会醉？此酒性烈，远胜天子笑。你闻得出？蓝忘机又道：你爱酒？因你爱酒，我虽不善饮酒，但必知酒懂酒。魏无羡失笑，只好踮脚在他脸颊上重重亲了几下。守门门生虽隔得较远，但若是真想看，还是能看得真切的。可两人都不敢往那边去瞧，只能面面相觑，无声地交换眼神。韩光君和魏前辈的感情真好啊！是啊，这么多年过去，还是这么黏糊腻歪。蓝忘机和魏无羡相携步入净室院落，月光温润柔和，静静流泻。玉兰树一树雪白，花开正好，可那淡雅的花香却被小厨房里奔涌而来，霸道逼人的馨香鲜辣之气牢牢压制。
魏无羡欢快奔进小厨房，只见5、6个雪白的盘子里都是红红火火一片，麻辣虾球、香辣蟹、东安子鸡、剁椒鱼头，俱是他最爱的辣菜。更兼以西施玉米、翠竹报春、白玉莲花等雕工细巧的素食，一看便是精心准备已久。魏无羡满心欢喜，眼放红光。二哥哥，你真是太好了！今天到底什么日子啊？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是这一桌子好菜吗？这么隆重？蓝忘机嘴角微翘，淡然道：“也算。”随即取出蟹八件，默默帮他拆蟹。魏无羡盛一碗干贝银丝羹，送到蓝忘机面前。别剥了，我一会儿自己咬开。你肯定还没吃饭，一起吃。蓝忘机道：“好。”仍旧细细拆完2只蟹，将蟹肉堆叠在盘中，呈给魏无羡，这才开始用膳。魏无羡絮絮叨叨地讲述今天的经历，时不时突然问及礼物之事。蓝忘机并不上钩，每次都只答实不言，餐后再说。魏无羡既想知道礼物是什么，又不愿怠慢蓝忘机用心布置的一桌好菜，只得认认真真吃完，每道菜都品评赞颂一番。用膳完毕，两人来到院中，月华清辉流淌在青瓦白墙、花草叠翠之上，湛蓝夜空深邃高远，点点星光灿然闪烁，一切静谧而温柔。蓝忘机自心口掏出一个式样古朴的丝绒小盒，那样式甚是眼熟。蓝忘机轻启盒盖，只见盒中静静躺着一枚戒指，色泽洁白，温润纯净，在粼粼月光下散发着柔和的灵光。魏无羡似乎明白了，取过戒指，轻轻抚摸。无限情，是我仿着你给我做的，结发入戒，收纳无限情，如同百凤山那次，魏无羡为他做过的。蓝忘机双唇圈住戒指，单膝跪地，捧起魏无羡的左手，含住他的无名指，将戒环推入魏无羡指上。随后，蓝忘机牙齿轻轻咬着他的手指，一点一点退了出来。蓝忘机维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，在他手背落下温柔滚烫的亲吻。魏婴，祝贺你重获金丹。是了，魏无羡金丹已成，可以使用灵气收纳无限琴了。若是他愿意，还可以修习姑苏蓝氏的琴技。魏无羡凝起一股灵力，召唤出优美的七弦琴。那琴通体洁白无瑕，如高山白雪，似冻全霜冰。琴身上篆刻了2个蓝色大字“无限”，灵力在他周身运转不息。无限琴似有所感，发出一声澄澈的清鸣。魏无羡心想：真好。收起琴，左手轻轻一托，待蓝忘机起身。月光融融沁沁，两人紧紧相拥，吻得缠绵悱恻，旖旎缱绻。魏无羡倚在蓝忘机胸前，听他心如鹿撞，用自己的左手去勾蓝忘机的左手，2只一模一样的戒指轻轻相触，纯白的戒身似乎连为一体。魏无羡低声唤道：“蓝湛，蓝湛怎么这么好？”好到让他想上床。听到魏无羡湿润的轻唤，蓝忘机的手变得很烫，抄起他的膝弯，将他打横抱起，迈入静室之中。魏无羡不安分起来，手指探入蓝忘机衣内，隔着里衣四下乱摸。魏婴，等等。魏无羡扯开他的衣襟。等什么？还有别的礼物？魏无羡有点吃惊，但仍是耐着性子先将他的衣襟整理好。蓝忘机每次送他礼物，他都郑重对待，不过撒娇还是要的。魏无羡状似不满道：“不急着去床上，你用这么暧昧的姿势抱我，不可以吗？”蓝忘机稳稳抱着他坐到书案前，仍是圈抱住他，看来是不打算撤手了。书案上放着一个巨大的锦盒，湛蓝色锦带，华美卷云纹。魏无羡打开锦盒，见里面放着几卷书册，书册封面上未有书名。带你来题字命名。魏无羡按下疑惑，打开书册，发现是关于轨道的系统注述、经典引注，以及他的手稿收录。魏无羡愕然道：“蓝湛，这是？”蓝忘机竟然整理归纳了他的道法和手稿。蓝湛，这得花多少功夫？魏无羡从无心著书立说，想法总是天马行空，自由散漫，而蓝忘机竟跟在他身后，将他不着边际的胡写乱画一一编撰成册。这份礼物也太贵重了。可是魏无羡想差了。蓝忘机柔声道：“魏婴，长老们俱已同意，待你金丹铸成，
便与你任正式教职，入兰氏教学，开立轨道专课。